我是可乐。众所周知，水和岩浆放在火上时会取代火原本的位置并熄灭它，但是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水和岩浆是可以放在火上面的哟。那么今天可乐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和流体方块有关的那些小知识吧。第一个，能放在火上面，在版本更新后，火有了自己的碰撞箱，此时当我们再将岩浆或者水放在火上面的时候，它们就会直接被放置在火上面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代火焰原本的位置。不管是灵魂火还是普通火，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。而且沙子从高处掉落的时候，也不会把火熄灭。虽然可乐不清楚为啥不是变成了掉落状态，而是直接消失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，在沙子掉落到火上面的时候，火的碰撞箱显示出现了一瞬间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哦。第二个，水能穿过活塞，大家知道水会根据我们放的位置向四周流淌，不管是哪个方向都一样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活塞和一般的方块可不一样，我们可以把水直接放到活塞的后面，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呢？今天可乐就来带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2个侦测器，把它们像这样排序放着。要怎么放来着？哦，对，要这么放。接着第2个和它反方向放着，这样活塞就会收到一个连续的信号开始活动。然后我们在它前面放一艘小船，主要是为了方便让准星对准活塞的中心，然后倒水。可以看到水直接出现在了活塞的后面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当然，其实不坐在船里也行，但是这样就很难让准星对准活塞的中心了，要多试几次才会成功。这应该也算是 MC 的特性之一了吧。第3个，水和岩浆可以隐形。大家知道生物是可以隐形的，但是大家知道水和岩浆其实也是可以隐形的吗？先不说水，岩浆隐形肯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对吧？想想你在挖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小坑，以为没有东西跳了进去，结果里面却是岩浆，一下都要吓死了。不过大家其实是可以完全放心，这种情况在平原上的成功率比较高，很难出现单独在一个小坑里有隐形岩浆的情况。那么现在我就来演示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1桶岩浆，然后确保自己是在生存模式，接着快速来回转动鼠标，重复着放岩浆和收岩浆的行动，大约每次有1/10的可能性成功，我们就会制作出这种看起来像是没有岩浆，但其实是有岩浆的方块，或者是看起来有岩浆，走上去也会减速，但实际上是没有岩浆的方块。大家学废了吗？学废了的话就可以自己去跟自己的小伙伴喽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还知道哪些水跟岩浆有意思的特性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，喜欢点关注，可乐今天喝可乐呀。